哎，大家早了！2026年第一天，今天还是先跑个步。对，我怕忘了，先祝大家2026年一切顺利，好心情。我们待会儿再聊。哎，刚刚跑了5.03，折返，今天就10公里。先说一个补充啊，就是昨天说到2025年的收获，别忘说这一点，就是日语我大概是从9月份开始，背50音图，然后默写50音，念课文，跟读课文。现在是学到了第八课学完了，是这个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8课。按照这个速度，我今年能把这个初级上册学完就可以了。好，虽慢，但是在往前进。另外呢，就是说到我的心态会比较好了，其实呢，也没有那么好。就比如昨天，女儿，生气，然后我就跟她聊，说怎么了？我说抱抱你吧，不抱，弄得我也挺恼火的。这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跟自己强调，就是要接受当下的自己。人无完人，是吧？你要真到根儿上，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没完没了了，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我们并不是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自己也不可能完美。行，今天聊点啥呢？哎呀，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了。早上起来看了程飞老师著名的吃播加运动的 UP 主，他的2025年的收入，哇，给大家公开了，好厉害！厉害是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挺感慨的，就比如说有些虚假广告，对吧？程飞老师三观还是很正的，拒绝这些虚假广告。还有一些，比如说返点的问题，就是你接了可能10万块钱的单子，你得返给人家20%，甚至更多。为什么感慨呢？是因为前几年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不太负责商务这一块嘛，我合伙人管。我一看，哎，怎么还得给人收了钱，怎么还给人退回去？这是返点。当然以前多多少少听说过这种事情，有些潜规则吧。因为很多代理商、广告公司，他就靠返点活着呢，就说明这个行业的竞争多么恶性吧。
不是一个良性的状态。我不知道那饭店是不是还能开发票，如果能开发票，太专业了。好，看前有跑步的。哎呀，今天遇到好几波跑步的了。出门时候还想挺多，跑起步来到嘴边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接着说程飞老师吧，我觉得还是难得。怎么说？看一个特别逗，他说直播的时候不要打赏，好像 B 站那个打赏关不了。说你给我上个剑，你不如回家买2斤排骨给老妈。你在我这上个剑，我就睡上。谢谢大哥。你给老妈买2斤排骨，能练到你半年，挺实在的。关键是程伟老师他不在乎这点打赏是吧？真的是老师啊！程飞以前真的是老师，在小学当老师是吧？他也发过一些视频，还挺逗的。他能回来看，他能回来看他在等呢。今天我想有一个新的小想法，我想把我这个身体状态、伤病、不适、疼痛，大概分3个等级，每天更新一下。更新在那个视频的描述区，也可能弄个小图或者小表格，每天记录一下。就比如说我现在，首先从伤病，右脚的脚踝还没有痊愈。虽然跑起来没感觉，但是你拿手肘去摁踝关节那个位置，还是会疼。然后第2等级呢，就是疼痛，这个我给它定义为就是可能是慢性的损伤吧，不是那种急性的，不影响日常的这种轻松的跑步。比如说我的左臀这个梨状肌，热身的时候，热开了它会缓解一点，刚热身时候还是挺疼的。然后现在跑有一点不适，酸胀的感觉。这是第2等级。第3等级呢，就是不适，它可能没有伤病，可能就是筋膜紧张、肌肉僵硬、有肌纤维可能有些缠绕、激活不够等等的。这个典型就是我的右腿的后侧，右大腿的后侧腘绳肌。每次在家热身的时候上踢腿，或者是抱膝，用膝关节去够自己的胸，贴上胸，那个动作拉伸的时候，还有瑜伽垫泡沫轴滚这个大腿后侧的时候，都是酸胀甚至是疼。我理解他应该没有伤病，但是就是紧张僵硬，这叫不适。所以我给他分身体的状态分3个等级：伤病、疼痛和不适。好，
从今天开始更新一下。行，就说这么多吧。6.64公里，还有3公里多到家。哎，跑完了，12.2公里，配速6分11，1小时01分59秒，还行，比前几次跑的稍微速度快了一点，慢慢加速度，慢慢加距离吧。平均心率可能得有141、42的样子，稍微体感有点疲惫。哎，行，那就这么着，我们一会儿再见，拜拜。Hello， 又出来了，到家简单休整了一下，吃了点，这个叫早午餐吧，然后换衣服就出门了。我买了一个自行车的支架，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把相机戴帽子上了，可能那个视角会好一点。北京今天好像是零下5、6度呢，但是现在可能气温升高一点，但应该还是零下。那体感比昨天好，昨天因为有风嘛，所以体感是比较冷，今天就暖和一点。今天跑完这个10公里，稍微有点疲惫，因为在脚踝受伤之后，第一次跑这个10公里，稍微有点疲惫，心率141左右吧。我没有看平均心率，对，所以今天游泳我估计，也会相对有点疲惫。我预计还是游个1200米自由泳。前面加个100-200米的这种握拳划水，打腿。我想试试尝试个新的方法，就是蛙泳手加自由泳腿练打腿，就是不用浮板了。我今儿没有带浮板。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说参加这个杭州那是什么一个渡河的一个比赛，自由就公开水域的。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这样的比赛啊，还挺想体验一下的。公开水域的比赛和在游泳池，它感觉肯定不一样。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个，它有一个入门的考试，好像是男生是800米20分钟吧，女生是800米25分钟，门槛应该是够了。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时候，有一个北京的什么，好像是体育老师吧，横渡英吉利海峡，当时还挺好多新闻都报道这事儿。
这风是什么风啊？好像不是，反正肯定不是顺风，但也不完全是逆风。啊，又开始录了，现在是2.94公里。我给这个车座配了个套，增厚增宽一点儿。原厂这个座椅实在是太疼了，坐着。哈哈。昨天无意中刷这个 B 站啊，发现了个好玩意儿，叫光力吧。光就是光线的光，力就是力水力，啊，光力。还有一个 AR 眼镜，游泳的时候可以显示配速啊、趟数啊，包括泳姿啊。但是它因为没有快力嘛，没有那个光电模块，接触皮肤，所以它不能测心率。但它好像是说可以未来和连手表，但好像只能连那个佳明的手表。所以整了一个，应该今天能送到。明天如果还去游的话，就明天可以体验一下。它还有一个更高版本的是，可以带一个耳机，带一些内存，可以存一些音乐。但是我以前游泳的时候，我是挺想用有这种耳机的，就可以一边游泳一边听音乐。但我现在包括跑步，我更倾向于这种原始的自然的声音，风声、脚步声、呼吸声、虫鸣、鸟叫之类的。游泳的时候就是这种气泡声、水的这种撞击声、自己吐气的声音。不同年龄、不同阶段，它想要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是吧？时速21.2，比较菜啊。我现在用的是4档，就是中间那档，这个 RC100应该是7档吧。这么骑起来就不累。行，那个，然后今天游完泳之后还有个计划，我去做个按摩。上次做按摩马尔摩还是1个月之前了吧？所以今天再去按一按。他想笑了。相对来讲还是人家比较专业，能摁得更，包括力道也会更有劲儿一点。而且从肩到背、臀、大腿、小腿都能给摁到。我觉得挺好的，价格也不贵。中国的这个人工成本还是怎么说呢？虽然已经涨了很多，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属于比较低的。如果你的时薪不够高呢，你只能靠出卖更多的时间来换取更高的收入。那你说，就算你收入再高，你哪有时间消费啊？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消费比较疲软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可能也只是个现象而已，并不是本质原因。我也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哈哈哈。行，那就这么着，我们一会儿泳池再见。Hello， 到了泳池了。首先，游了100米握拳的自由泳划水，
这个动作，据说可以改进抱水的效率，就是这个划水的效率吧。刚才其实那个角度可以看出来，我右手的入水的角度还是比较没有在这个肩的延长线的和中轴线的之间，而是在肩延长线的外部。这个我已经在刻意调整了，但是实际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好，然后接下来是一个100米的自用打腿加蛙泳手。这么做的好处是，我也是现学现用，据说是可以改进实际的打腿的效率，就是让身体处在一个完全伸展的状态打腿，同时蛙泳手也可以解决换气的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我不用带那个水板了，也让我减轻了包裹的重量。打腿还是很累的，我这个50米打过去，歇了差不多1分多钟，才50米打回来。到最后换气的频率都很高了，已经有点喘不上气的感觉。好，然后就是今天的正式训练，1200米。SWOF 达到了93，配速2分16，100米，还是不错的。这个比我过去这几次游泳的效率都高。我觉得有几点，一个是我改进了推水，这边抱水推水的力度加强，另外就是这个行程，也加长了。这样的话，整体上它提升了这个输出的时间。第二个就是移臂，从推水之后，这个移臂是我没有一个停顿了，减少停顿，它是一个从推水到上甩再入水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右手入水的位置是在肩的延长线的外侧。好，然后最后的这个100米，我稍微加了点速度，去的时候50米我差不多在30米左右的时候开始加速，回程的时候是基本上冲刺过来的，就感觉挥臂的速度已经加快了，而且我正式6次腿，很累很累。Hello， 刚刚做了按摩出来，现在骑车回家。简单总结一下，身体还是比较疲劳吧。游泳游到最后的时候，我回头看看回头能不能加一些字幕或者解说。感觉还有点疲劳。然后说说今天这个按摩，我觉得比上次已经好很多了。我上次来这边按摩的时候，差不多1个月之前，那次按的我几乎没有一个地儿不疼的，就是那种忍受不了的疼。今天主要就是右腿的后侧腘绳肌，很疼，我就是到达了忍受不了的地步，这个我很清楚。反而左臀的这个梨状肌还好，因为我最近差不多每2天都在拿泡泡滚或者拿那个筋膜球去按，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游泳自由泳的时候，在打腿的时候，还是左臀都有感觉，就稍微比如说加速或者是上坡下坡的时候，左臀梨状肌那块还是会疼一下，但右腿完全没感觉，完全没感觉。对，但是你拿泡泡滚，我自己在家拿泡泡滚的时候还是挺明显的疼痛。刚才按摩师傅按的时候已经完全受不了了，这个疼痛。行，今天
就说这么多吧。跑了10公里的慢跑，游泳了1.2公里，然后蹬了，就算10公里吧。蹬车蹬了10公里，还做了一个按摩。现在已经有点饿了。其实我带了吃的了，带了一些，这个应该是燕麦的饼干，比较干净的碳水，然后带了2块鸡胸肉。但是我先回家吧，先回家，我想吃点热乎的。昨天还有些剩菜。按摩的师傅特别实在，因为我是提前了几分钟，3、4分钟吧到的。他按摩是1个小时，然后按完背之后，然后没多久就到1小时了。然后师傅还帮忙按了前面，我觉得多按了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吧，还是挺靠谱的。行，就说这么多吧。2026年的第1天，大家新年快乐！今年有什么目标吗？或者没有目标也可以啊，没有目标也是一种目标，是不是？那就这么着，大家2026年第1天好好玩耍，享受现在。我们明天再见，拜拜。